好，那么郑丽文前两天呢，这个说现在应该换候，否则的话呢，将来会来不及。那当然就被所谓检举，就有人到党部了，说你看他都这样违反党纪。郑丽文说，我去留不是重点，他说我可能冒犯了主席的权威，我个人不是重点，主席权威也不是重点，而且党内今天其实他原来是很挺侯友宜的。他说党内的危机也不是我造成的他说他希望2024赢那问题是呢，这个到底要怎么赢他说要喝白虎汤那郑丽文现在是拱韩国瑜上阵那说我就算被开除党籍也无所谓，他被开除党籍，他的不分区立委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党里面现在有声音说韩国瑜上吧，朱立伦说呢不听劝就祭出党纪那另外呢，这个说有国民党有人质疑了5月17号征召侯友宜是黑箱朱立伦说这是谣言党内有极少数的破坏者在那边放谣言那另外呢，现在说朱立伦跟金溥聪联手，可能用郑丽文来祭旗因为呢，现在金溥聪跟这个朱立伦他们也必须要合作，否则侯友宜怎么选？就是竞选总部跟党部，他也必须要合作合一的那另外呢，这个林涛因为是这个朱立伦的这个嫡系子弟嘛，所以他就率先贴出看板，我们上礼拜有秀支持侯友宜。那他现在也去串联北中南东还有南投，那公车广告就是说支持侯友宜本来今天周点论屏东县议长呢说要主持一个换侯大会那么在天成饭店，天成就是火车站旁边那个天成饭店说12点事实上这个消息我上礼拜周末就听到了，有这样的事情那说这些人是拥郭台铭的，要这个举行呢这个参会说当时定了20几个人，就是打算有20几个人出席了那消息走漏，我也不懂，消息本来就走漏了，我都已经知道，我都知道这消息走漏，不是走漏多少人了那所以呢，说后来破局了，说呢参会就取消了那这中间还有徐宏庭也在说徐宏庭的中常一看到大批媒体呢就离开了另外呢，郑正乾也我们这两个都郑正乾、沈智慧短暂受访就离开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约好的？然后是谁约的？然后到底本来是要干什么？来，宏庭先生，你先离开。我是今天早上7点才从新加坡回到台北，跟蒋万安去新加坡访问。我是昨天晚上接到的电话。那因为我过去跟屏东的周议长其实关系不错，那周议长打电话给我说，有个事情大家跟你聊一下，要请教一下。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大概会谈些什么。那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我过去就讲过，我说今天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常会不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谁应该要做任何事？谁应该要做一个 review 呢？党主席应该要做一个 review， 因为我过去一直在讲，一场选举就像是在演一部电影一样，党主席征召者他就是导演。那我们最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请问导演，现在这部戏演成这个样子了，跟你当初写的剧本一样吗？如果是一样，那拜托你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剧的走向是什么？为什么我看不懂？对不起为什么我看不懂？我相信一定不一样了。那不一样，他要怎么解释？对，那如果不一样，很简单嘛，你当初在找这些主角跟你的剧本到底长什么样子，把所有人找来，好好的聊一聊。整个做 restructure 嘛，因为坦白讲，所有人应该都看得出来，在现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结构如果不做更动，结构如果不做调整，我指的是说，不管任何的排列组合，或者是任何的合作的模式，该谈的本来就应该要谈。那这样子的一个谈，党主席要做最大的判断，因为你现在所演的戏跟剧本，跟你当初征召的时候想的绝对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样，
拿出你的魄力来，把大家一起找进来。比如说，好好的去跟男二讲，对不起哦，当初没有选你做男一啊，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继续的去做什么，就男二的角色也可以发挥的很棒啊。那我们的剧本在这些部分上面，你看外面又有一个看起来也不错的演员，如果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一起，那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啊。也就是说，适度的 review 是一定要做的 ，review 再重新沟通，远比我们现在每天在讨论说要不要跟谁道歉，要不要跟谁站在一起。我觉得国民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今天就算整个党都站在我们的候选人后面，我们都不一定会过关。那所以今天候选人应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让全部的民众清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总统，清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人，那是候选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整个党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嘛，整个党就是我们把所有我们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那一起去冲嘛。所以我想今天在开这个会之前，我原本以为是1对1的见面，而不是什么换候大会这些，因为你以为只有你跟周典律两个？对，因为对不起，因为我之前跟整个屏东的关系，在选举的过程中，我想党内很多人很清楚，在选中常委的过程中，我跟地方派系，包括佩强、郑前，对我跟地方派系，不管是北中南，其实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所以当初其实他说来找听听看我的判断跟我的意见。所以我一直以为是这样。那门一打开，看到全部的记者，我还传一个简讯说，我非常不开心。对，我觉得我被消费了。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简单。我刚才的定调也是这样，常会不适合做任何的提案，常会也不适合做任何的动作。这件事情是征召者，也就是导演，也就是总教练，也就是党主席，他应该要负责，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要跟党内去做好说明，因为这个说明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候选人继续走下去。不，你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步？5月十几号，周立伦说我要征召侯友宜嘛，对不对？5月17，然后呢，中常会通过了嘛，对不对？是有没有通过？通过了啊。然后7月23要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对，等于是中常会要把它通过主席的征召送给党代表大会2000个党代表去承认、去通过嘛，去核备，没错，对不对？主要是这招还没有走嘛。那所以你刚刚讲中常会已经通过了，到时候是中常会要跟党代表大会解释呢，还是党主席要去解释？因为中常会通过的是什么？中常会通过的是我授权党主席采取征召的模式产生候选人。那党主席征召以后呢？那中常会有没有通过？因为你已经授权了，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再通过，不需要再通过了。所以你们没有再通过。对，所以已经授权了嘛。所以将来所有的权利已经丢出去了。723全代会就是党主席把把征召的结果被授权，把征召就交给全代会，是这样子。对，来。你们两个中常委很大的，来。刚刚那个洪林讲的其实还蛮清楚的。那我是之前我知道有这个聚会，可是就是他们今天早上才跟我讲在哪边。这样神秘。对，所以我是今天早上我就很匆忙的上来台北，然后打个招呼我就先走掉，因为中午的时候其实还有别的会，所以我就11点出头我就走掉了，所以就没有参与他们的参会。我也不知道后来参会有没有走，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来。说实话，因为当时约的时候，原本在想说，大家中常委之间彼此交换意见，其实我觉得还蛮普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去的时候，其实当然就是周议长其实他也表示，他对于现在的情况其实是担心的。那我想这担心不是只有周议长担心，我们在基层大家都很担心，大家都在想说怎么样子能够让国民党重新力挽狂澜，然后能够赢得2024年的一个胜选。我想这是很多蓝营支持者的共同的一个心声。那到底要怎么走？那我就回到，比方说郑丽文刚刚他那个说法的时候，是郑丽文的一个主张。那我必须强调，郑丽文之前是大力挺侯的人，最早很挺侯，对，非常非常挺侯，而且事实上他当时也觉得，中央党部应该要赶快征召侯出来，就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一个纷扰。所以我在想说，丽文其实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然后而且是很公开的出来，呼吁党中央。我觉得他一定也是想了很多，然后在想，在这种局面当中，你怎么样最快的方式能够对这个现在的局面有一些突破。我想立文他思考的这状态，那他之前私下有跟我讲过，他在想是国民党怎么样子能够继续往前走，而不会死在2024年。他觉得2024年国民党如果真的选得很糟糕的时候，搞不好国民党就没有接下来了，这是郑丽文他很担心的一个点。那所以说这个担心不只是郑丽文，不只是周议长，很多的人大家都在担心。所以我在想说，现在党主席
中央他现在要怎么样子整合大家哈？那我在想说，之前在讲说，征召过程当中有3阶段，那我觉得。党中央只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然后能够让大家都觉得是合理的，然后把就是该整合的人很快的把它整合在一起，我觉得国民党其实还是有机会的。那这里会不会被开除党籍？我觉得要看他之后的态度跟这个部分。不过我补充一点啦，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午宴哦，所以我被约的时间是10点半。那么早？我被约的时间是10，所以我到的时候，当然我迟到了一点点，所以我大概是10点50到。他搞不好想跟你像个别谈的，对，但是因为门打开的时候都是记者。既然午夜，怎么记者那么早就到了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妙，但我后来其实也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看一下。应该让他回到新北市长的位置上面，专心市政。继续点名蓝营母鸡别再选下去，还是回到市府？呵呵，这代机。他或许跟我们这样的一个选举文化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不希望两头落空。党内支持度垫底低迷，要怎么办？只是没对自家人力挺，换侯倒是冲第一。现在就有党内人士已向地方党部检举，判对郑丽文党纪处理，一旦受理，可能对他的不分区身份有冲击。这些谣言不要再制造任何纷争。如果真正伤害到我们的候选人，不接受劝告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起诉党纪。把党内的困境说出来，可能冒犯了主席的权威，但是这个时候，我个人的去留未来完全不重要，也不是重点。主席的权威也不是重点。自认去留是小事情，但蓝营设法稳军心。反正就是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就有这个是提名的侯友，没有提名了，征召了侯友宜，还要到全大会去通过提名。哦，那郭台铭现在显然动作也很大。哦，今天周典论这个场会本来是要支持郭台铭，要希望你们支持郭台铭。那郭台铭现在的策略呢，就是希望呢，这个支持在国民党里面支持他的声音高，把侯打下去，把侯打下去呢，他第二步想办法跟柯文哲结合，这是他的想法。那柯要不要跟他结合也不知道那但是呢，这是他的计划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本来政治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嘛。你像欧洲内阁制，对不对？他经常就是主持联合政府，柯文哲也抛出来，可以主持联合政府啊。那因为你现在如果选不上什么都没有了。是我们的制度是一个赢者全拿的制度，我们不是内阁制，对不对？只要选上总统，哇，那个还包括国营事业的位置多了那选不上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个。黄健庭是国民党秘书长，当时有去跟郭台铭说说这样了你反正拼嘛，你拼总统能拼上没就是你嘛。那如果说到时候民调各方面没拼上，还有一条路就是你当不分区第一名嘛。当不分区第一名，如果总统能拼上不分区第一名，拼得好，立法院过半，你就是立法院院长立法院长多好，你总统多麻烦了。我们当那个总统，哪里也不能去。对吧？你郭台铭有一个我在讲郭台铭有私人飞机，哪里都可以去。当立法院长哪里都可以去你当了总统，真的哪里都去不了。去那些只有那几个鸟不生蛋的岛国，对不对？其他你那或者是那种这个，现在非洲都很少了，这个中南美都很少了，只剩一个了。你去哪里呢？南美洲只剩一个。所以呢，当立法院长也不错当然不是说当立法院就当立法院，他们一定想的是，你国民党如果是不分区第一名，你带兵打仗，对不对？你又可以帮助很多立委，不是很好吗？那所以当时就说这是一条路那按照黄健庭的讲法，郭台铭当时不但这个觉得这个案子可能也可以考虑，还说我不要第一名我这放在危险边缘地方，我可以鼓励士气等等所以表示郭台铭也有想过这个案，但是。并不是说，当然郭台铭说我们没有决定，哪有承诺？是我也相信没有承诺，因为你还有 A 案，就是选总统嘛，是两案并成嘛。你如果能够总统能够被提名，当然很好；如果总统没有提名，那你来做不分区的立委第一名也很好。大概当时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郭台铭办公室就说我们只考虑选总统
我们什么时候说要接受不分区？没有说要接受不分区啊。哦，那黄健庭说我没有说你有接受，只是说当时除了 A 计划还有 B 计划 ，A 计划是能够选总统，当然恭喜你。如果 A 不行，至少有 B 哦，能够当立法院的这个院长或者不分区的第一名。当时的，而且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不分区随时可以辞辞了就递补上来的。我不想干就不干了嘛哈。那当然，我相信他们的想法当然是都进来了。哎呀，正好那个力量要集中了反正有这么多位置吗？你当总统，你当副总统，你当行政院长，你当立法院长等等等等。但因为我们的行政院长我讲过了，随时可以把你换掉的啦。以前还要立法院通过，现在也不需要立法院通过。立法院长一旦选上，至少可以干4年了。对不对？而且搞不好还继续做所以就看你怎么看那黄健庭说，我讨论也不是只有一次甚至谈到排名，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名嘛那郭台铭说我不一定要第一名我甚至在边缘14、15名也可以等等那所以呢也谈到排名的顺位那郭办呢就回击黄健庭说呢，我们并没有在台面下达成私相授受的协议，谁答应你我要到不分区第一名，谁答应你我要不分区14名，都没有答应那而且呢说呢，这个抹黑政治操作，深感心痛但国民党呢就说呢，这个郭董不要生气政党轮替呢不能没有郭台铭，你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政党不能轮替呢，什么也都没有了。你郭台铭不是讲了吗？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下架民进党吗？那你现在这样搞，民进党会下架吗？你这样搞只是保障赖清德继续干所以有不同的讲法。这件事情，你问我相信谁？我认为黄健庭并没有骗人，我真的这样认为。我这样听了2边讲法他并没有骗，但是呢，郭办也没讲错，就是我并没有答应要当不分区这也没错就是他只有2案。那你这里不行，这样就那样大家都可以放在一起你考虑嘛，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下，3月12号那天，郭董跟我约了见面吃饭，我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是侯市长赢，那么他来列不分区。清楚点出人事实地，就会证明郭董曾说初选没赢，愿出任蓝营不分区，但当事人却说我从来都没答应。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来改变台湾。昨晚晚间，国办发出声明，反问去当立法院长，怎么可能答应？这是国民党高层私相授受，要拿院长换总统，两个职位非但不对等，这个职位也不存在。而且郭董从头到尾都只想当总统，没有其他念头。反要黄健庭好好厘清自己的记忆。这件事情后来不止一次讨论，甚至谈到那个排名的顺位。那郭董还说，不需要把它放在第一名，他可以排后面一点，还有催票的效果。我听得非常的敬佩啊。还是他记性不好？我陈述的就是整个事实。好，来佩强。我觉得每次选举的时候，这种 miscommunication、这种误解啊、误会啊、这种乱传话、传小话的事情，这种阴谋论、谣言、离间计，就会满天飞。然后谁之前做的承诺都不算，谁讲的话一句话讲错，他所有的人格就应该被彻底毁灭。然后他旁边的家族跟支持者都应该架在十字上面，然后直接被做成烧烤才对。我认真这样觉得啊，每次选举我们自己也经历过选举，都真的是这样。只要讲错一句话，这边除了凤馨姐之外，每一位都经过选举，每一位人只要敢讲错一句话，马上就被人家站在十字架上面，对吧？可是我们初衷从政，只要从政，不管有没有选上，我认为从政的初衷都是希望说，我们所在的土地、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所在的地方可以变更好。郭台铭也一样，我想这点的他的初衷来讲，大家应该没有什么误会。不然的话，不用花钱，不用想尽办法去把 BNT 弄进来，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每个人对他的歧视，变成说每个人对他的歧视之间的误解，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甚至这样讲，郭台铭去做中华民国总统，严格讲，我一直认为好像哪里怪怪的。你有事没事可以打电话给川普的人，你有事没事可以跟习近平直接见面的人，你跟比尔盖茨可以直接连线的人，然后你要回来台湾做总统，这好像哪里怪怪的？这能力上面好像其实不需要这么辛苦，可是他愿意，他想要做，
好，那就照程序来，因为这个是民主政治，这不是做生意。那我会认为说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是这样讲啊，他比较喜欢国民党，他比较喜欢我们国民党，然后我们国民党好跟他谈。可是我们似乎在这边，我们国民党刚刚徐宏林，我们刚刚私底下在那边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把话直说直来直往的地方。像说我们中生代这辈其实是很欢乐，因为我们习惯直来直往，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说上面关爱的眼神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揣摩。那有些时候，他们这些对我们想要去揣摩人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时候对同样有 power 的人，上面是没有关爱眼神，你揣摩错了。你不用这样讲，你也没上次，我也没有，对不对？我相对来讲说，有些时候他们这样子模糊，不想去得罪人的言语，势必有些时候，如果说对于一个直来直往，而且杀伐果断的人，而且相对来讲这个比较冲动的人的时候。相对来讲，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发生。那我们或许看到是不是这个是个误会，还是真的是说两边是互相的权谋？我认为还是时间来去证明一切。不过我真的认为说，这一次目前来讲，我这是最近看2份民调，6月15的2份民调，2份民调里面，其实政党支持度来讲，不喜欢民进党都过半。不管是哪一边的民调，不喜欢民进党都过半，所以这次总统大选的主轴是团结、政党轮替，然后不要上战场。但是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最忧心、最关心的地方。杨凤馨，我很早就已经不放心由朱立伦他们来协调郭台铭这件事情，我说他们没有互信基础，其实现在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当初呢，就所谓的征召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现在就证明了他的后遗症非常的大，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不相信他们的沟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认识对方，就沟通很重要的，就知己知彼嘛，哈。他们对于认识对方这件事情都有很奇怪的无法同理心对方。我觉得黄健庭理论上来讲，他跟郭台铭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上一次2020年之前，其实黄健庭从头到尾力挺郭台铭，然后对郭台铭的表现呢，就是郭台铭，我相信他点滴在心里头那么，可是他显然没有注意到郭台铭有一个特质。郭台铭他对每一个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海纳百川，诚恳的不得了，看起来好像已经接受了你的建议，但隔天他可能听了别人的话，他继续的很诚恳，海纳百川，他就听了别人的建议，然后他就改变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真的是屡试不鲜，太多次了。就看他当时身边已经围绕的是谁，就决定了他的立场会走哪一条路线。那我觉得他在商业界的判断力是很好的，执行力是很强的，但我一直认为他的政治判断力是有问题的。现在更证明了这件事情。但我也要不客气的说，我觉得黄健庭黄秘书长呢，他显然也有误判的问题。不管你们之前谈的有多好，或者是说这里面的过程，我相信像黄健庭所形容的，我们确实没有谈定。但是问题是，对方给我的回应是说，我其实不要排第1名，我要排第几名，这样子我还可以去帮忙冲一把什么，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其实凸显出来说，确实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你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从5月17号提名了侯友宜之后，郭台铭的态度就已经转变了。征召，对，征召了这个侯友宜之后就已经转变了，还没有算提名，对，到723全代会通过才叫正式提名。国民党还是增长这个时间所以你既然已经看到对方的态度已经改变，再去算旧账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对不对？你现在算这个旧账，你只是把关系搞得更糟嘛。你如果没有办法私底下去建立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你还不如不要讲这个话。他大概想了，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说你们当时沟通不好，他意思说当时也沟通的很好，都很好，等等等等。问题是现在显然看起来郭台铭他是会翻脸嘛？对啊，他不承认，他说我对不对？我觉得郭台铭觉得他好像是被骗了。
你还记得他之前说要国民党要宣布的时候，他还说还请幕僚准备胜选感言。他会觉得说，因为你说朱立伦跟黄健庭跟他谈之后，他觉得说，哎，看起来是我的啊，所以我才会想说要去准备胜选感言啊。就像刚洪挺提到了，他不是来处理事情，他是来处理情绪啊。那他以为说这是我的，然后结果你宣布的时候，新郎不是我，那我会觉得我被你骗了嘛，所以我当然心里就不爽嘛。我也都替他们俩想过了哈。从朱立伦的角度想，他也许认为说，郭台铭如果有意参选，他将来如果说独立参选，对国民党伤害一定很大嘛。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能把郭台铭也纳进来，然后经过这样这个程序以后呢，将来如果是郭台铭就郭台铭，如果不是郭台铭，至少我也给你机会啦。你现在不是党员，对不对？我已经给你机会啦，对不对？所以从朱立伦的角度，我已经对郭台铭很好。你看我用征召的，我这样一说要征召。张亚中也不选了，赵少康也跑了，韩国也不讲话了，就讲实话，真的嘛？那你既然不办初选，那你要征召，怎么会征召到我呢？对吧？你不可能知道说我就算了，那我也不参加了嘛。如果你办初选，我就给你参加嘛，对不对？都要来辩论啊，政策辩论搞3个月，看结果怎么样。当朱立伦一说，他征召他自己决定了，那这看起来就是侯友宜跟郭台铭了。所以从我来看，朱立伦对郭台铭很好了，对不对？但从郭台铭想说，你既然对我好，那就是我了嘛？怎么搞了半天又不是我呢？所以呢，你刚刚说郭台铭觉得自己受骗，有可能。当朱立伦要跟郭台铭说，我们到时候征召你们2个去拼的时候，郭台铭想说，那一定是我了，对不对？那怎么不是我呢？不是你叫我进来干嘛呢？就变成这样。那所以，但是朱立伦会把郭台铭放进来，我也想，他一定想说，哎，你就在这个体制里面，是不是？你如果不是总统，你也是立法院长，你就不要跑去跟柯文哲合啊，不要跑去在外面去作乱了。朱立伦就这样想，那郭台铭想法就不一样。郭台铭想，你既然要我来，就是我了，那么搞了半天怎么不是我呢？现在就变成这个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因为之前民进党才抛出嘛，就私立大学学生每年要补助3.5万嘛，不少啊，这个算是蛮好的一个补助哈。那所以呢，说巧遇东海大学的学生这是东海学生会长了哈，后来知道他是会长。那所以呢，赖清德就被算是赖导。我想什么赖导？就是说哪那么多巧遇啊？就被你巧遇到，而且还没开始实施，明年才实施，怎么现在就巧遇哈？然后呢，学生就是很好啊，对我们很有帮助啊，等等哈。谢谢啊，你补助我们私立大学的学费哈。那就是说网络实在很厉害，就抓出来说，之前呢有一个记者会这个学生也参加啦私立大学。这个东海大学这个学生怎么这个参加又跟你巧遇呢？未免太会巧遇了那这个学生会长说，我只是凑热闹去看希望赖清德重视教育议题我也不是被安排的等等那另外呢，这个网说有议员呢首长打暗号说呢，你看这个打个暗号，这个打暗号叫他这样哎呀，这是那另外呢，黄阳明又整理出有12个巧遇的系列巧遇分身医生医生长得很像，这巧遇救人，而且赖清德救人2次不是只有1次我觉得他这边讲1次不止巧遇陈美凤，巧遇棒球选手，巧遇李茂盛，巧遇郭信良，巧遇画家，巧遇创作歌手，巧遇网红，巧遇和库董事长，巧遇流浪狗，然后这是巧遇这个私立大学生那除了这个以外说当时呢还劝一个学生有没有你在外面呢这个回家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女童赶快回家所以呢就说你看他有巧遇小女生那另外呢说这个救人至少7起，赖医生能够救人那另外台南上次那个这个大概那个地震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去看灾。说穿了一个鞋被拍到说是开口笑，鞋子已经开了口了，但也有人跟我讲是说反映了说赖清德是很重视他的服装，都很整齐的，怎么可能穿一个开口笑的？所以被认为也是去造神，故意穿一个球鞋让你拍等等那赖清德说，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说 set 好，我没有 set 好怎么有 set 好？没有通通是这个真的是巧真的是巧遇，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
到台中东海商圈，副总统怎能不大胆鸡脚动？吃饱喝足后，门口拦截他的学生更是让赖清德就甘心。学生要谢谢副总统最近提了一个私校补助的。劈头就先谢谢副总统，只是旁边似乎有人在比手势，再听下去。大事。那你本来学会一年多少？一年就是接近5万块，但是今年因为它减下来剩下1万多块，对，其实蛮有感的，对，真的会影响蛮多了，好的影响。我原本都在外面打工嘛，但是现在可以不用了，以后不用打工，你成绩要好一点。听似温馨的对话，却被网友质疑有问题，因为该政策是明年2月才上路，怎么现在就可以不用打工？另外，其中一名学生更被发现正是东海大学的学生会长。6月底才同台高照平连线力挺赖清德的私校补助政策，这下被起底后 ，PTT 热烈讨论，网友开酸要赖清德赖倒用点心，还质疑学生说法根本是穿越时空，甚至连梗图都出现。不过罗姓学生驳斥，强调是外出用餐，听到赖夫要来，再加上自己支持该政策，所以才刻意到鸡脚洞店前等。而且除致谢也针对私校教育跟赖夫交换意见。有心人士刻意炒作为安排，并且公审学生，我们深感遗憾，因为即便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也不应该公审学生。其实赖副总统也曾经遇到发表反对意见的时刻。这就是民主，是巧遇还是早早就 say 好？各自表述。来，学委标准。我想其实大家都会挑自己喜欢听的去讲啊。我们出去外面，甚至到国外，会巧遇几个朋友，很正常。然后呢，你刚刚有一个那个影片说穿鞋子开口笑啦，其实我们不会穿开口笑的鞋子出去，但是我们穿出去后就正好坏掉，我们还是要穿回家，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啊。那你说那个罗姓学生听到说，赖副总统要来，他刻意跑过来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安排还是巧遇？我是觉得都当然各听各的话了，我们也不去论辩说谁说的一定对或错。那我们这边有这边的讲法嘛。那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案子特别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安排？就是说会巧遇这个桥段，就是说私立大学生的学费的补助那我们先想到就是说，以前的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的家庭经济背景，平均来讲是公立大学比较好，私立学校平均比较差。那学费又多那么多，所以现在民进党提出来就说，那我们就是先补助私立学校，这是好事啊。那国民党说大傻逼，大傻逼，我现在就说，那你到底同意或不同意嘛？你到底赞成或不赞成嘛？那这个政策是好的政策，还是国民党反对的政策？我们先论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才是大的议题我们要谈的嘛。那至于说，这个桥段，当然桥段我刚刚已经提到，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见解。那我们是认为说，事实上你到人生有很多巧遇，你会认为说怎么可能那么巧？也真的是有时候会遇到。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就一定是或这个是一定不是，很多个案你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好吧，这个侯友宜办公室发言人叫刘彩薇议员彩薇呢说这叫做 settle 味满满，真业配假分享无巧不成书。彭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太多次了。其实呢，从赖清德呢，他在台南市长的时候，他动不动就巧遇有人发生了疾病上面的问题，他就巧遇，然后赶快去做紧急处理什么等等的，那个造神其实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觉得网友的反应会那么的强烈，它有两条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觉得你演太多。太多次了，从以前的那个什么，突然这个坐车到了一半，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昏倒了，就每一次都刚刚好碰上有人昏倒，然后你去把他紧急处理，然后就救回来然后什么很温馨什么等等的这是其中一个，就太多次之后呢，就会觉得不灵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演太过了，这就牵涉到私校补助的这个政策，为什么是明年2月？那就意味着你蔡英文上任之后的7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要等到最后1年都已经看到就是年轻人的票流失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才突然说要去补助。那你知道对民众来说，尤其对网民来说，会觉得那我过去的学贷怎么办？我过去其实背负的学贷是很重的
那为什么我过去的人都没有？这7年的大学生加总起来，这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过去请问那个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的家境背景的差别，这件事情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几十年来都是如此。那你蔡英文当初在做什么？为什么要等到明年2月才要开？所以我觉得那个炸锅是炸在这2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哈，其实每一个家庭啊，每个人家庭的家庭经济，你经济负担得起，你就会增加福利嘛。你经济负担不起，你当然不能增加福利。其实台湾我们现在算了一算，就是说够嘛。然后我们又有想到这个问题嘛。所以你每一段时间都有不断的政策在加分的时候，那很正常啊，不可能说你一下子，那你全部都想到，全部都做100分，不可能，一定是逐渐加分。这是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经济承受得去，我们希望推动这个政策。有可能说副总统一天到晚巧遇别人吗？副总统应该有安检吧？那一天到晚那天有维安吧？你如果是那个学生刻意跑过来，是有可能，那就不叫巧遇了。对副总统来讲，他是巧遇。巧遇很那么多事。不是学生如果刻意跑过来，对我来讲，我是巧遇；他刻意跑过来是他刻意啊。巧遇蓄意有没有犯意？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是道德的。好，我们谈了侯友宜，谈了赖清德，要谈柯文哲哈，也谈了这个郭董哈。柯文哲说他2024年总一定选到底，你们都说我可能不选到底，一定选到底哦。而且呢，当选以后呢，阁揆是由最大党来推荐哦，这个很震撼。什么意思哈？因为他之前讲联合内阁，这个不是联合内阁哦，这个是内阁制。法国哦，就是谁如果这个总统哦是一个党，如果说国会是另外一个党，那总理由那个党推荐，哦，这叫做内阁制，哦，是真的是内阁制。那联合内阁就不一定了，联合内阁是说，也许我是，因为他说他可能只有10几席立委嘛，那立法院法案通过都要1半呢，所以我10几席立委，如果说，比如举例来讲说，另外一个党加上我可以超过1半。这个也可以组成联合内阁，就不一定是最大党哦，可能我2、3加起来比第一大哦。他的讲法是我由第一大党来组阁，另外一种就是我2、3加起来，那就叫联合内阁哦。所以他之前说他联合内阁，现在又说最大党组阁，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政治理论上啊。好，那么但是不过他今天讲说要最大党组阁哦，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如果民进党是这样，要不要民进党组阁呢？他说不排除好。那另外他讲呢，他的区域立委提名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选得上，当然他最好是选上嘛，选上当然是第一优先。如果我选不上，我要看我要让谁落选，很可怕哦，这是大家比比照。第3个呢，我长期能不能经营下去？哦，就是说，也许他现在选不上，但是他长期经营，也许以后可以选上。所以他说有3个原则。哦，选得上这没话讲嘛，你选得上是你本事嘛。长期经营也没话讲嘛，尤其是要上谁落选，国民党很多委员就很害怕哦，因为呢，它会影响的不是民进党，它会影响的是国民党的委员啊。那另外呢，外传国民党要柯文哲无条件投降，柯文哲瞪大眼睛说：“不要开玩笑了。”我也不相信国民党会讲这话。如果国民党有人讲的话，那脑筋坏掉哈。自由时报的报道，什么叫做无条件投降？不可能哈，那就自由时报中间。自由时报的独家报道。哦，是这样哈，好吧？那国民党党里面也不承认，说是空穴来风了哈。民进党一定也很生气嘛。那有人问说，你们辩论会问什么？这还早，辩论大概要到12月才开始会有辩论哦。那侯友宜说，先确定7月23号那个柯文哲说没有换侯友宜。哦，那会不会赖清德什么？他会不会赖清德怎么样务实推动台独啊？好，那么柯文哲现在在看侯友宜到底能不能撑过全代会723了哈。侯友宜说，他应该把侯友宜说柯文哲应该把政策说清楚，你管我，我当然会撑过，我怎么通不过？你自己把政策讲清楚，不要看我笑话啊。那另外呢，柯文哲也说侯友宜重复了韩国瑜失败的经验，说呢这个他现在。当时就不应该选新北市长，就应该直接选总统。那他现在呢，就算辞了也是被骂，
你们才担任市长半年就跑掉，就是说你辞不辞都会被骂，这是柯文哲的讲法。所以他说他当时曾经想，后来也没选，就上次了，就这个意思哈。如果他没选的话，卫药这件事就不会被搞那么惨。当然嘛，卫药这事当然是政治的这个操作嘛，等等哈。那另外呢，郭台铭可能在国民党全代会之前就宣布要独立参选，柯文哲说他的权利啊，他如果联署成功也是他的权利啊。另外呢，柯文哲说他这次办那个演唱会本来想在北流啊，结果呢这太监揣摩上意不给我办啊，那结果呢这个游淑慧就拿出说你柯前市长核定的，就讲些什么呢？说呢要选总统、副总统、中央及地方公职人员举办竞选活动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出界。说并不是说我们阻挡你办，你当时你定的，你当市长的时候定的。不过他还是很厉害的哈，8800元这个价钱呢的天价呢，说4分钟就完售了，将近400张票就卖光光了。我们看一下。辩论会时要问侯友宜什么问题？我要先确定他7月23号要在。直说国民党对手侯友宜的痛点，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酸度爆表，对象不分蓝绿。你要问赖清德什么问题？是，请问他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吗？假设郭台铭等7月23号他有出现，再来思考。对可能的敌人郭台铭先手下留情，柯文哲再提醒，一旦郭台铭参选，攻击肯定铺天盖地。那郭台铭还在现在大家都会想说，哇，这怎么处理他，对不对？等到他真的选了，大家就动手了。就好像说侯友宜今天面对的问题啊，在半年前我就已经讲过，如果侯友宜没有去选举的话，他那个卫药案不会搞到这么惨。柯文哲再批侯友宜不信邪，重蹈韩国瑜的覆辙。你为什么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韩国瑜不是这样垮的吗？你看韩国瑜还没参选哇，那时候剩下一参选马上就掉了。每个人都常常会以为自己是例外的。结果抱歉，你不是例外，你还是一样。自信2024很可能胜出，偏偏蓝白整合并购传言不断。柯文哲一句话要大家安心。台湾民众党都已经提名我了，现在怎么处理？一定要选到底。行政院长应该由国会最大党来推荐。参加董事长开讲，现场2000人坐满场，支持者狂喊。柯文哲很务实，用这句话回报：赶快回去拉票。来，这个曾宇。其实首先呢，我觉得我要在这边，然后透过少康哥的节目然后来跟我们台北市优秀的公务人员道歉，因为其实柯文哲昨天他用他自己个人的意见来去比喻就是公务人员不出现北流这件。坦白讲，这里我也要公开的向我们优秀的公务人员道歉。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柯文哲留给台北市的就是文官体制的改变，同时间柯文哲最欣慰也最骄傲的就是台北市的公务人员会依法行政，所以我觉得今天公务人员他今天为什么很多议员都出来批评说，这不是你当初的 SOP 吗？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还是要，我认为啦，柯文哲的比喻也许用词不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一个叫做人走茶凉默契的退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柯文哲他也许有他自己的感受跟他的比喻，但是我认为啦，作为民意代表以及台湾民众党的代表，我觉得必须要向依法行政的公务人员，我们致上很深的歉意，因为我觉得这样感受真的不太好。在这个部分我要来替柯文哲说啦。那同时间我觉得你说国民党到底要怎么样？所谓的不管是整合或者是并购也好，坦白讲，这个对民众党来说，一直以来这个议题，我们都会一直不断的说，这个就是在吃我们的豆腐。因为对台湾民众党的主体性来说，我们就是坚持到底，坚持支持柯文哲选总统到底。那刚刚有讲到说，联合政府，然后跟我们立院最大党来去提名所谓的行政院长，其实这个的源头是怎么样？其实大家很害怕的是，赢者通吃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让人并购的政党斗争，还有社会的对立，这是柯文哲最不希望可以发生的，所以他才会去提出这样子的概念。如果像我觉得刚刚赵大哥说的很好，第一个可能是最大党，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再加第二，也许他成为是国会过半，用这样子的推举方式来说，我觉得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政权的稳定，这是柯文哲想要迈向的目标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柯文哲其实提出了非常落实联合政府的务实的方法。同时间也告诉大家，我们台湾民众党不会是赢者全拿的这样子的方向，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做到联合政府团结台湾，然后达成所谓的政党轮替，这是台湾民众党的目标以及方向。
来，政委。我必须要讲，其实柯文哲真的很能够带一些话题跟风向，他怎么讲，其实都媒体都非常的关注。那我在想说，当他之前在讲联合政府的时候，刚刚赵哥有特别提到，联合政府跟最大党当那阁揆，其实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在政治学上确实是不太一样的状态。可是我要讲说，当柯文哲之前在讲联合政府的时候，我就不由得要想到，在2012年的时候，小英也提过联合政府。好，当他们目前就是在比较要争取其他的政治力量结合的时候，就会提到联合政府这个概念哈。那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其实确实就是整个政治发展过程当中，其实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只在想说，柯文哲现在他在提到说他要去提名的3原则的时候，我倒觉得这部分其实很有趣哈。那他第一个说能够选得上，然后第3个部分呢就是说，能够对长期发展有贡献。然后第2个点那个理由，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也许我们自己也可能都是受影响的，也许基隆也是哈，就是可能他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受影响，可他这样讲出来说，我们就觉得他非常的直白，非常的逗趣，然后感觉就是一个话题。不要得罪我，告诉你，我让你落选。来，凤馨，我觉得北流这件事情，柯文哲自己主动道歉会比较好啊，就真以来道歉其实是。不够的，我觉得柯文哲应该也会愿意为这件事情去道歉。但是呢，至于说就是那个小鸡跟母鸡之间的问题，我觉得国民党的小鸡太过焦虑了。如果你要想清楚的话，相互之间其实都是有彼此之间。就如果你真的要打压国民党的小鸡到这种程度，有一天对于你自己在选总统也会有伤害。这是柯文哲自己要想清楚。祝福啊，只要不让 DPP 执政，只要能政党轮替都好。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我认为上次沈大佬讲的对。